亲爱的灵魂家人，欢迎回来！我是宇宙为你安排的塔罗牌占卜师 Jessie。你知道吗？我们今生遇见谁，离开谁，其实都是命中注定。缘起的时候，就像一束光照进我们的生命之中，带来温暖和惊喜；当缘落的时候呢，就会带走遗憾，但是留下更多的经历跟成长。有的人你逃不掉，就算转身也会再一次的相遇。有的人我们在曾经的某一世已经相遇了，这一世再一次的再续前缘。今天我们就来占卜那个你躲不掉的缘分，它到底是谁？它当下即将出现在你的生命之中，又会和你建立怎样的情感关系？又会产生怎样的情感连接呢？心诚则灵。目前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选择其中一组牌卡进行聆听，所以亲爱的，要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先来做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集中我们的能量进行牌组的对接选择。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把我们的腰背挺直，肩膀下沉，完全的放松，专注度放在呼吸上，大口吸气，大口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我当下躲不过的缘分到底是谁呢？感谢你的指引，感恩宇宙的安排，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许愿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到你的讯息。公屏打出来，感恩宇宙，我是幸福的，我是丰盛的，我将拥有美好的人生。留言好之后，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的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宇宙给你的讯息，老师为你做的占卜了。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JC 的频道，记得订阅 JC 的频道，我将持续给你带来丰富的占卜的。如果你在自己的生活之中有任何的疑惑，或者是有任何的茫然，有任何想要选择的话呢，就可以找我做私人占卜，1对1的为你做占卜连接，用上帝视角接收宇宙的指引，给到你更好的一些选择，创造更美好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命，我们的命是注定好了的。我们出生的国家，我们出生的环境，我们出生的家庭等等的，这些没有办法改变，那是因为我们的业力关系。所以从出生开始，我们就在进行业力的偿还。但是呢，我们在人生之中，通过我们不同的选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运，我们的运气，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你每一个选择都在创造不同的平行空间，而你希望在今生之中享受最丰盛、最适合自己灵魂最喜悦的人生方向状态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借助塔罗牌的力量，让我们来改运，让我们来享受最精彩的、最有趣味的人生。所以塔罗牌占卜是可以帮助到你的哟。我也希望呢，可以多多的帮助我们朋友们建立更美好的幸福生活。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所以在视频下方呢，也有我的私人联系方式，加我为好友，申请占卜字样，我就会加你，然后我们再私下去进行占卜连接。希望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灵魂导师，或者是有自己的塔罗牌占卜师。在我们出现困惑的时候呢，在我们可能没有更多的想法格局的时候，利用占卜可以给到你一定的指引，帮助你打开不同的一些角度去观看你的未来，然后再进行选择哟。所以利用好塔罗牌占卜，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美好丰盛的未来的。好，那现在呢，关于今天的占卜，你选择好牌卡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给到你的讯息。
那么首先呢，你对接到的这一张牌卡就是迷你贵宾犬。其实这个就代表着你当下的一个状态。你是那种很可爱、活泼，外表呢也是非常精致的，有比较强的亲和力。最近呢，没有功利心，没有特别目的性的状态，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但其实内心里面呢，也是比较有分寸、有一定的边界感的。当下呢，你的社交能力是比较强的，有情商、聪明，会主动的去邀约别人呐、连接别人呐。但也不会跟谁都掏心掏肺的，是有一定的距离。总体的来讲呢，会给人一种很活泼、特别有精气神的状态，但是呢，又有给到很好的情绪价值，又有自我的一些边界，自己整个人呢是充满着松弛、自在、自信的，传递出一种积极正面的能量。最近这段时间呢，你也很少去抱怨啊，或者是指责啊，或者是消极啊，更多的是开心，享受当下。目前呢，你也很喜欢待在比较熟悉、稳定的能量圈里面，不想被一些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节奏。你会保护自己的舒适区，会筛选一些人事物，哪一些事情是值得自己投入时间、投入精力的，那哪一些人呢，可能是应该要远离的。对于陌生人或者是风险比较高的关系呢，你会保持礼貌，但是不会过多的接触，也不会特别的去拒绝。总的来讲呢，自己的情绪是比较平静、比较温和的。你很享受这种没有太多冒险的这种决定选择，更注重高质量的生活品质、高质量的人际关系，而不是那种数量。所以你会远离那些让你不稳定、让你心里没有底的人，但是你会靠近那些温暖、真诚的人。你也懂得去营造温馨的氛围，保持自己生活里面的自律啊，或者是规律性。最近呢，是在一个稳中求进的状态，不太会去做没有把握的冒险。你的底线、你的方向感都是比较明确的，别人呢也很难去改变你的一些想法，动摇你的一些立场。这是一种内心的稳固感，就好像你知道你在哪里，你可以信任什么，你可以依靠谁，你想怎么样去设定自己的未来。所以没有任何这种冲动感，而是我心里面有数，我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样走，所以心里面呢是有比较强的安定、安全感，也是很有底气的。这是你最近的状态吗？如果是的话，有对应到一部分的，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走喽。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冥想仪式，集中自己的能量进行牌卡的连接，代表刚才的能量呢，并没有很好的集中。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躲不掉的缘分。如果用动物来形容它的话呢，它就是那个猫咪特质的人。这个人呢，是会在你生命之中留下很深印象印记的人。他很独立，很自我，也是有非常清晰的边界感的，不会轻易的去依赖或者是依靠任何人。他的能量呢是很安静，但是又非常有力量的，绝对不是那种很夸张、很高调、很喧闹的人，但是他可以引起你的注意。他对于感情非常的认真，但不会很着急的就投入。这个人呢，最刚开始无论是谁，都是先观察，先确认，觉得合拍合适，能量不错，再会慢慢的靠近。在交谈之中，他们是属于那种不会说太多的一些空话大话，而是说出来的语言呢，都是深思熟虑的，而且他也会说到做到，喜欢用行动去证明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个人呢，
比较偏内向，或者是他会隐藏自己的一些情绪、心思。虽然你可能跟他已经认识一段时间了，但是呢，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建立信任。他对别人的这种信任啊，或者是亲近感呢，都是需要时间一点一点打开的。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可能会让你有一种比较复杂的情绪，这种情绪也许是好奇心，也许是期待，也许是谨慎，甚至刚开始呢，觉得会有比较明显的距离感，但是他跟你之间的缘分是非常深厚，是非常强的，你没有办法忽视他的存在。他的出现呢，会让你重新去审视你之前的一些人际关系，你的感情模式，会让你看到或者是直面自己不好的一些习惯，不好的一些想法，不舒服的一些事情。它可能也会让你在情绪上面有一定的这种波动的感觉，会让你更加清楚的去分辨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你不想再容忍的是什么。你们之间的互动呢，有时候会有一些不耐烦，甚至说有一些纠结，也有可能在过去感情之中，你有一些伤痛啊，有一些失望啊，有一些被忽视的感受呢，你不得不再一次的面对过去的一些消极，或者是过去的一些创伤，然后做出新的一些选择。所以它会给到你一定的激励，让你看到你邪恶的那一面，或者是你黑暗的那一面，或者是你内心的这种小孩，他会多多少少呢对你有一定的治愈，先让你直面看到你可能不好的一些情绪思想模式，然后再给到你更多的一些爱，更多的一些力量。他也会教会你用不同的方式去感受爱，会看到可能过去自己是小爱，或者是比较狭隘的爱，而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你会更知道如何去表达爱，如何去感受爱，如何去倾听爱。你们之间可能不只是浪漫的甜蜜，还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耐心，更多互相的包容。跟他相处的过程之中呢，有冲突，有摩擦，但是这种冲突呢，会让你更加的成长，在感情之中更加的有力量，更多的成熟。你们之间可能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情感，它也会让你看到真正的爱并不是单向的付出或者是等待，而是双方都在主动的去给予，共同的去创造这样的一个过程。你们之间会建立非常紧密的情爱关系。另外呢，这种关怀也会是让你更加懂得去珍惜，让你更加懂得给到对方呵护、空间和支持，让你学会像对待重要的人一样去对待自己，去对待对方。而爱和关怀呢，不仅仅是在浪漫关系之中，也会延伸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朋友啦、家人啦，甚至对待陌生人的方式。所以这个人很可能是你生命里的一面镜子，让你看清楚自己曾经忽略的一些需求，或者是看到自己的一些价值，同时也可能会去更改自己的一些不好的生活或者是思想模式的习惯。它也会给你带来挑战，让你不得不跳出自己的舒适圈，然后尝试新的一些状态，新的一些模式，新的一些沟通方式。
它可能也让你会感到不稳定感，让你学会去变化，让你学会去成长。它也会可能在你的感情跟灵魂层面，让你有很强的一个改变。所以你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并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毫无波澜的，应该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碰撞的。但这种碰撞呢，会让你跟他达到精神上面的共鸣，让你们非常深刻的感受到爱的能量。那到底这个人这么强的对你的突破改变，会给你建立怎样的感情关系呢？你们之间的关系一开始可能是蛮突然，也蛮直接的，好像你们之间的这种思想沟通哦，不会是特别的绕圈子，大家都是可能很能聊到重点，直接可以聊自己的一些想法啊，自己的一些目标啊，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呐，可能不会在那边闲言闲语太多，浪费太多的一些时间。你们的进展应该是蛮快的，而且你们之间的关系很快就会建立起一种归属感跟稳定感。你跟他在一起呢，是朋友们都很祝福、都很羡慕的，而且你们两个人也会去参加很重要的一些聚会，两个人会很有在一起搭档过日子的这样一个想法，你们会建立很稳固、长远的关系，很有可能这个人就是你的正桃花、正缘，跟你建立家庭，或者是你今生不结婚的话呢，他就是跟你可以享受同居生活的人，你们会一起去参加很多美好的一些聚会，会得到家人朋友们的认可，也会建立共同的一种生活体系。两个人呢，会把彼此融入到这种家庭、事业、生活的版图之中，甚至可能一起存钱，一起去理财，一起去享受人脉资源，一起去规划未来的生活。那也有部分的宝宝呢，可能会跟对方一起去买房。这个人呢，他应该会是给到你蛮大的一些反弹跟转变的，他可能在你一个低谷点或者是转折点的时候出现，也许是自己在事业上比较茫然，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选择，不知道是否要坚持要离职的时候，他出现，给到你更多的事业上面的可能性，也有可能是在你特别孤单、特别寂寞，或者是已经放弃要谈恋爱、建立家庭了，只想那一个人就享受生活好了，反而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出现的很奇妙的一个原因哦。所以当它出现之后呢，你就会非常主动的抓住这一次机会，抓住这一次缘分，因为你曾经失去过，因为你曾经错过过，所以这一次呢，再出现让你心动的、喜欢的人，你就不想要轻易的放手了。这段关系也是结束了某一个阶段，开始新阶段的信号，会找到新的方式，创建新的一个人生状态。你们之间呢，是会有很真诚的感情表达的。你会享受再一次的罗曼蒂克，再一次浪漫的告白，真心的一些举动，两个人呢都会非常的珍惜彼此，
即使可能在你们思想啊、三观磨合上面，一个狗狗嘛，一个猫咪嘛，肯定不会是完全相同的，甚至可能是比较互补的一种状态。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互相的互补，所以让彼此呢可以快速的成长，可以快速的享受足够爱的能量，即使出现矛盾都不会轻易的放手，会去让自己变得更好，然后让这份关系变得更加的牢固，变得更加的有深度。你们之间呢也是非常坦诚的，有什么事情都摊开来讲，都直接的去做沟通，所以磨合的时间呢并不会很长，但是就会觉得跟这个人非常的合拍，非常的愿意跟他一起去建立未来。在别人眼中你们就是金童玉女，在别人眼中呢，你们两个人看着就是非常的和谐，有夫妻相，看着就是非常搭的。所以在这种美好的节奏之下，你们就建立了这种团结的，然后齐心协力的情爱关系，非常的美妙。好，那这个人到底出现了吗？目前看到呢，确实还没有出现，但是应该很快就会出现了。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你已经在某一些场合见过他了，只是你们之间还没有建立起很稳定的互动。但对于有的宝宝来说，目前呢，你的情感能量还没有完全的打开，可能是你的生活重心还并不在建立这种婚姻或者是建立同居生活上面，也许你还在闯荡自己的工作，也许你还在去取更好的、更高的一些成就文凭，也许当下呢，你的年纪还比较轻，你可能在爱情里面呢，还是有一些茫然，你还要经历一定的爱情故事，其他的一些偏桃花，一些偏的比较其他的一些缘分，或者是还有一些业力关系没有偿还完，所以还是需要经历一些缘分，让自己在感情里面有更多的技巧，更多成熟，准备好可以当爸爸或者是妈妈这样的一个角色，准备好可以当妻子或者是老公这样的一个角色之后，那你才跟对方相遇。快的话呢，也就是在今年之内，有宝宝会跟这个人相遇；慢的话呢，可能是在6年之内了。所以，当你有足够具备这段缘分开展的条件之后，对方才会跟你正式的认识、正式的开始的阶段。目前呢，可能你们还卡在一些环境啊，或者是距离啊，或者是行动力啊，或者是生活不稳定的一些问题上面。因为有的人呢，可能还是有其他更多发展，或者是去到其他城市、其他国家，还会去到其他的环境，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经历之后，才会跟对方认识。目前可能还没有完全正式的、真正的见过面，即使有的人见过对方，也是短暂的交集，可能也是错过的状态，因为大家还没有这种交换能量的机会，关系还没有进入到双向的流动之中，而这个人一定是在你生活跟内心都非常稳定的阶段才会出现的。你已经有足够的责任心，你已经准备好承担家庭、照顾孩子、规划长远生活的那种状态之下呢，那对方在你生活特别规律、工作稳定的时候就会出现。因为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五角星女王的这张牌卡，还有教皇的这张牌卡，代表着你在自己的物质生活都非常安全感的时候，就是自己呢也有一些金钱存款啦，然后
也可以很好的已经开始在养生，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啦，已经在那种我可以照顾好自己，也能照顾好别人的这种能量之下，就会吸引到同频的人，就会是他真正出现的时机，是你发自于内心感到满足、幸福、放松的阶段。而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圣杯9这张牌卡，你不是因为孤单才去寻找到感情的，而是在自己非常松弛，即使一个人都很享受生活质量的那种状态之下，遇见自己的这位正缘。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9个月之内就会遇到对方，他会很自然的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就像是一块已经准备好的拼图，然后顺势切合到你的人生之中。当你的物质、你的情绪都处在非常舒适、满足的阶段，也是非常好的，在最好的时期、最好的状态之下出现最美好的他。那么你们又会在什么地方相遇呢？你们很可能是在一个充满活力，然后社交氛围特别浓厚的地方，有可能是朋友的聚会啊，有可能是参加一些兴趣活动啊，有可能是在一些行业的交流活动，也可能是在一些展览、派对、艺术空间、咖啡厅、文化沙龙，也有可能是由女性主导的场合，或者是身边的女性朋友、女性的同事牵线搭桥，介绍你们2个人认识的。因为很有可能你们认识的时候呢，并不是1对1的去接触的，有可能那个氛围下面呢，也是有其他的人，还是比较热闹的。另外呢，也有可能你当时去参加了这个活动，你原本是不想要去参加的，但最后还是决定，好吧，我去看看这样的一个场合。也有可能最初你朋友说想要介绍你们认识，你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不喜欢这种被介绍、被相亲的这种感觉，但是呢，有碍于面子，好吧，我接受看看。结果就这样的一种情况，临时改变计划，然后去到那个地方，遇到这个人，觉得还不错，就慢慢的这样聊。最刚开始呢，其实也可能多多少少也是以目的性的这种接触去谈情说爱的，所以大家聊天的时候都是蛮直接的，反而这种直接呢，让你们更快的去认定了彼此，去建立一些合拍的动作。另外，我们这边也出现了五角星国王这张牌卡，所以也有可能你们相遇的地方是在跟金钱啦、金融啦，或者是工作啦、事业啦、资源相关的一些地方，也有可能是在高档的一些高品质的环境里面，比如说高档的这种餐厅啦、酒店啦、会所啊、商务楼啊、艺术展厅啦，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公司聚会、商业活动，或者是在一些培训课程的这样一种场合之间相遇的。还有可能是在有社交活动的地方，有可能是在计划之外的决定认识的，也有可能是跟自己的工作相关、事业相关，或者是学业相关的地方。当时你可能并不保持着一个非常积极的状态去认识到他，可能也就是一种巧合吧，没有很好的准备好去遇见自己的爱人，就是很随意的一种心情状态之下遇到的对方，很莫名其妙的认识。但是呢，我们这边也出现了宝剑9这张牌卡哦。如果现实生活之中，很可能就在刚才介绍的环境里面，如果
另外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在网络上面认识到的对方，也可能在线上的一些社交平台啊，通过线上的一些第三方，然后接触到的彼此。最刚开始呢，并没有想到跟对方建立很好的情感关系，但是在更多接触之后，就慢慢的确定了这一个人，只是在最初第一次认识的时候，还是给你留下了一定的印象。那么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性格品质呢？我们接下来就来揭秘吧。首先，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金牛座、处女座、摩羯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处女座、金牛座、摩羯座、狮子座、射手座、白羊座。星盘里面这种土跟火的能量是比较强的，所以他是一个很有远见、很独立，也有一定的冒险精神，重视合作，很聪明的一个人。他是那种可以站在高处去审核、去做选择的人，在行动之前呢，是先观察、是先规划的，不会特别的这种急躁跟盲目。对未来呢，也是有一定的野心，不满足过安稳平淡的日子，希望获得足够的成就，希望今生呢实现足够的一些价值。所以他不是那种一拍脑袋就做决定的类型，他是那种很有方向感，知道自己要什么，做事呢也是有一定的目的性的，不想去浪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包括谈恋爱一样，不喜欢玩爱情的游戏或者是搞暧昧，而是比较非黑即白，就是相爱了，两个人合适了，在一起，那就好好的在一起，就不要再花其他的一些心思去玩爱情游戏啊，去玩一些心机计谋。因为对于他来说，爱情是人生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全部呢，更多的也在爱情可能占40%，但是家人呢，可能比如说占20%，那剩下的40%就要给到自己的事业，给到自己的一些梦想。这个人他其实也非常的有能力，他希望建立互相照顾、互相依赖、互相扶持、互相协调的关系。其实他的承担力也是比较强的，但他希望呢，在人生之中有个人可以跟他一起分享快乐，也有个人可以跟他一起扛一切，但他不会轻易的去寻求帮助。他希望在物质上面，在情绪上面都跟自己的伴侣形成一种互补。人生之中呢，如果一个人单打独斗，那也是非常无趣的。任何事情共同的去创造，共同的分享，才是美好的人生状态。他也会很注重金钱物质，希望给到自己的伴侣，给到自己的家人足够的安全感。他也是有蛮强的这种团队意识的，不是一个特别自私自利的人，不是那种特别自我的人，是会主动的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呢，也愿意把自己的成果分享给自己的团队，分享给自己的爱人。金钱上面呢，还是比较大方慷慨的，喜欢一起去解决问题，喜欢一起完成计划的感觉，这让他会觉得更加的有意义。感情里面呢，两个人也是像搭档一样，共同的面对挑战，而不是一个人永远在付出，一个人永远在享受。彼此共同的奉献、给予、收获是最重要的，大家平等，大家互相的尊重。他其实有蛮多的兴趣爱好的，不仅仅限于事业，他可能也喜欢阅读啊，可能喜欢听音乐啊，喜欢旅行啊，希望呢培养更多的一些兴趣爱好，让人生之中呢充满更多的一些丰盛，不要太多的无聊了。
而且他可能在人生赚钱的这件事情上面呢，不会仅仅是一个工作，可能也会搞一下副业啊，可能会尝试创业啊，可能会从不同的一些途径里面去寻找到更多的金钱收获。另外，他可能习惯早起，他希望在早上起床之后，可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安静的时间，无论是说去做一下冥想，还是做一下这种早起的瑜伽，还是说去早上跑一下步，或者是早上蹲一下厕所也好，他都是希望有一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就是早起的打开全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而且他喜欢自然的早起，不喜欢那种手机的闹钟。这个人呢，做事情还是比较有计划、规划的，有自己的一些节奏。如果当天有重要的一些会议或者是要出差的话呢，他都是会提前一天准备好需要的文件或者是行李的。所以他的早起呢，也是希望有足够的一些时间去为了今天做好准备。在工作上呢，他也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会先看整体的方向，然后再决定下一步做什么。不喜欢那种抓马或者是毫无头绪的乱忙。他也很擅长和不同的人去打交道，比较知道遇见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一些事情。做事也是比较注重效率的。而且他不是那种就是很冷漠的工作狂，反而是那种在团队里面很照顾别人的感受，让别人觉得跟他在一起做事情是非常舒服的。所以他也有比较强的这种团队精神、承上启下的能力。他喜欢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交活动，不喜欢那种很无聊的应酬，更多的是希望朋友们去组织一些运动聚会啊，在一起可以聊一些自己的专业部分啊，可以聊一聊生意啊、金融啊、财经啊、创业啊等这种。他希望呢，跟朋友之间的聊天都是比较有价值、比较有意义的。他也会喜欢主动的去认识一些新朋友，特别是那些跟他有相同的价值观，或者是可以在思想上面互相激励启发的人。他对美食跟环境都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去吃米其林，或者是一定要去奢华的地方，他是比较注重食物的品质，以及环境呢有更好的一些氛围，味道要好，就是那种有一定的香味啦，或者是感官呢也是比较舒服的，所以他也很喜欢艺术。他希望两个人在爱情里面，大家是并肩作战的关系。在你压力大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候，他是会陪伴着你，给到你足够的安全感的。他不会马上就跟你讲，哦，你应该这么做，你应该怎么做，他也不会去批评你，他就是牵着你的手，安安静静的陪伴你，给到你这种很舒适的情绪价值。当你想讲出来你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他会好好的倾听，这一点是特别好的。而且他也不是那种每天可能讲很多甜言蜜语的人，但是他是会用实际的一些动作来表达爱你，来表达关心的。他并不是那种好像嘴巴说的好听，但是没有行动的人。所以这一点呢，也是特别的好。记得你的喜好啊，记得你想要吃的东西，想要买的东西，记得你的生日，那记得你们之间的认识纪念日，他也会为你去提前安排好这些行程的。所以
对待你呢，其实是比较细心的，也会给到你足够的这种踏实安心感。在感情里面，它是比较实际，是比较现实的，没有太多的一些幻想或者是理想的状态，它是比较成熟的。而他也很喜欢在白天忙完工作、忙完事情之后，晚上跟你一起看纪录片，一起追剧，或者是有时候呢，你们一起去创建共同喜欢的一些运动。他会很自然的跟你分享当天的一些事情，当然也会听说你的一些故事，不管一些大事啊、小事，他都是会认真倾听的。对他来说，两个人在一起有共同的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可以一起吃苦，也可以一起享福。感情呢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细水长流的情爱状态是他所追求的。所以亲爱的，你遇到了一个很靠谱，然后又非常的接地气，跟他在一起呢，就是很可以安稳生活在一起的人，这是非常棒的缘分哦。所以这一个你躲不掉的缘分即将出现啦，当下呢，请你准备好迎接这份丰盛吧。感恩宇宙，在视频下面留言，接收宇宙的安排，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吧。最后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到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看一下近期你的状态。首先我们出现了山猫这张牌卡，可以看到呢，近期呢你很像就是一个森林里面的隐形猎手一样，你是那种动作非常的轻盈，然后观察能力很强的，天生可以捕捉到周围细微变化的这样一个敏锐状态。最近呢，你是安静的，你是独立的，喜欢独来独往，不会随便去参加一些热闹啊，或者是跟别人建立很亲近的状态，眼神呢是很犀利的，可以看穿表象，发现真相。在大自然之中，你懂得隐藏自己，也就是说，你懂得隐藏自己的喜怒哀乐。你知道，在最合适的时机才会去表现自己，才会去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大多数时候呢，都是不动声色的。结合山猫的特质哦，也可以看到你可能有一些比较害羞的一种状态。这个呢，并不是你的腼腆，而是一种有意保持一定的距离。你不愿意在人群之中对自己夸夸其谈，你宁愿坐在角落里面静静的去观察每一个。对新环境啊，对新认识人呢，都会有一定的保留，等确认安全或者是值得信任之后，才会去靠近。你的这种害羞呢，引号哦，是带着自我保护功能的，就像是山猫一样，不会轻易的去暴露自己的行踪。在占卜里面呢，这也代表着你正在过滤一定的讯息，试探环境，在确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做衡量，不是敢不敢，而是值不值得你去给予，值不值得你去主动。自己呢会更多的有比较做筛选，保护自己的能量。也可以看到近期呢可能也会比较黑白分明，可能最近呢，在生活里面对有些人、有些事情、有些话题有着一些反感的情绪，不想去接触，甚至一听呢，可能就会皱眉。其实这也是灵魂的能量预警，代表着你的直觉在帮你辨认哪一些能量是低频的，是会消耗你的，是会影响到你未来的心情跟决定的。这其实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在人际关系上面呢，你可能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去配合所有的人，不再勉强自己去迎合那些不适合的关系了。你更愿意留在一个干净的、真诚的、温暖的能量场里面。那些让你觉得不舒服的人，即使表面你可能客客气气的，但是你的内心呢，已经在慢慢的后退，直到撤退
出他们的生活，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也会做一定的断舍离。在自己的行动上面呢，可能会更加的内敛，更加的谨慎，好像在储备能量的一个阶段。就像山猫一样，它不会每天都出去打猎，它是会耐心的等待的，等到猎物进入到最佳的位置，它才会一跃而上。这也是现在呢，你觉得不是你去拼、去闯、去撒网的时候，而是先磨砺自己的爪子，调整自己的节奏，等到那个好的机会的时候呢，自己再去夸夸其谈，自己再去表现自己，自己再去主动抓住机会。在灵性层面来讲哦，近期呢，你的状态还算是比较高频的，因为你在保护你的能量边界，你的灵魂很清楚，保持安静，不要去被噪音所干扰了，才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所以最近呢，你可能会更喜欢独处啊、写作啊、创作啊，自己的增加一些想象力、阅读，或者是去学习，或者是去吸收、倾听，待在更加多的大自然里面，或者跟少数几个能量合拍的人去相处，没有过多的想要去拓展，也没有特别这种喧闹、很活力四射的状态，更加的平淡，更加的安静，而且也不管别人是不是理解你的，你都清楚你自己的直觉不会错，还是蛮相信自己的，保持着安静，保持着敏锐，把能量留给真正重要的人和事。那么也代表着在不久之后呢，就会迎来那个一击必中的时刻，这也是蛮好的一个讯息状态，以退为进。好，那么这是你吗？如果有一部分对应到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那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代表刚才呢没有足够的集中能量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示你躲不掉的缘分。如果用动物来形容它的话呢，它更可能是一只萤火虫。它就像是在你生命之中出现，黑暗之中突然亮起的一点光。它可能不是那个很张扬、很耀眼的类型，但是呢，就是身上有某种特质会吸引到你的注意力。它的存在更像是信号灯一样，让你在人生的某个阶段看见还有不同的可能性，哪怕只是一丝微光，也可以打破原本的单调，或者是原本的一些乏味无聊。它的能量很可能是比较轻盈的，但是又带着一定的指引感，多多少少呢会让你看到一点星光，更多的一些希望。它会给你带来更加积极的一些能量，它也会激发你去保持更多的一些好奇心，看到你自己未知的那一面。这种好奇呢，可能不一定全是浪漫的感情哦，也可能是被他的一些思维方式，被他的一些人生选择，被他的一些故事所吸引，然后激发你愿意去尝试可能新的一些事情，让你从一种很平常习惯的一种状态里面跳脱出来，看到不一样的人，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看到不一样的可能性。在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可能会学习感恩，他可能会给到你蛮大的一个帮助的，蛮多的一些支持。所以这种感恩的情绪呢，会让你感觉自己是被照顾的，自己是很好的，更懂得珍惜当下。它也可能会触发你一定的一些激情、一些状态，让你有足够的力量去发展、去行动，会给你比较强的一些激励。
可能它带来的是成长，是更多的觉知，是更多的平衡，是更多的一些机会。那这些是它出现在你生命中的意义。接下来我们就看，那你们之间到底会建立怎样的关系呢？首先，五角星女王代表着这段关系很可能是一种贵人缘，带着支持、帮助、稳固的能量。它可能会在你的生活，或者是事业，或者是资源、情绪稳定方面给到你实在的一些照顾，给你提供机会。你们之间呢，应该会有很强的信任跟依赖感的。这段关系可能不是以浪漫爱情为主，至少来说，一开始并不是冲着恋爱去的，很有可能是朋友、合作关系，或者是师徒关系，或者是资源的交换。后来呢，你们才发现哦，彼此其实都可以帮助到对方，都可以在现实生活里面去给到对方的一种拓展。所以这段关系很可能不是单纯的感情上面的冲动，有这种心动的能量，更多的是一种比较实际性的互相价值的给予。而且你们的关系发展的应该蛮快的，就像是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遇到了同频同路同梦想的人，然后找到那种可以一起合作计划，然后行动落地配合的节奏。也可能是外部的一些环境推动你们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可能通过共同的旅行，或者是共同的任务，或者是一个项目，让你们很快的去熟悉起来。你们两个人的发展真的是很容易那种一拍即合的状态。对方他很可能就像是五角星国王一样，一个在事业、物质资源上面都特别有优势的人。它可以在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上面带来现实层面的一些支持，你们可能会一起投资，或者是一起合作项目，也可能互相推荐非常重要的一些人脉，双方呢都会得到很稳定的一些利益。这张牌呢，五角星国王跟五角星女王在一起，代表你们的关系是对等的，很多都是在金钱物质上面建立比较扎实的基础，不只是情绪上面的这种依恋，更多的可能是对未来一起去做规划，一起去筹谋，愿意把彼此纳入到未来的这种蓝图里面，而不仅仅是活在当下。这段关系呢，很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轨迹，让你的人生更高的一个提升，跳脱到更高的一个级别，也可能收获更好的事业，收获更多的金钱，或者是在自己的生活质量方向上面有大的一个跳跃。两个人呢是可以快速发展到稳定合作的，所以它是以贵人的一个姿势进入到你的生活之中。那这个人到底出现了吗？又是在哪里相遇的呢？好，首先很可能这个缘分已经开始流动了，一个新的机会正在靠近你，可能已经在你生活的环境周围出现了，或者是这个人即将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要么呢他已经在你的周围，要么就是很快会出现，甚至有可能是在1个月之内。虽然目前呢，也许你们可能刚接触，还没有以一种特别稳定的、很熟悉的这种姿态出现在你的面前，虽然有可能你们还没有建立这种很深层次的互动，还没有完全对彼此开放，还在一种观察，
的阶段，也可能他没有在你心里面激起特别强烈的一种情绪上面的波动，但是你们之间的感情能量处在非常初期的一个阶段，也有可能只是潜在的一个可能性。目前呢，还没有进入到正式发展的阶段，还不在很成熟的互动状态之下，也就是说，他可能就在你身边的某个圈子里面，但还没有以正式的这种身份走进到你的生活里。而你们认识的地方呢，有可能是在比较熟悉，或者是跟过去的人、过去的事情有关，有可能是家乡啦、母校啦、老朋友的聚会啊，或者是家人组织的活动，也有可能是通过旧的一些朋友而介绍认识的，也有可能是一些你过去所工作的一些环境，你又回到过去的一些工作场合，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充满旧回忆氛围的场合里面，比如说旧书店啊，或者是老的一些建筑啊，或者是老的一些街道啊，也可能是在和小孩家庭有关的环境之中相遇的，比如说朋友的孩子生日会，或者是亲戚的这种聚会，很可能不是在这种热闹的大型社交派对，或者是聚起来玩乐的这种场合里面认识的，也可能是你并不打算认识新朋友，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之下，就遇见了对方。你们应该不是在那种特别什么高消费啊、奢华精致享受的地方，而更多的是在一种可能比较朴实的日常的环境里面，也可能它出现的时候是在你比较忙碌，然后生活还没有很稳定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很多的一些金钱储备啊、银行存款啊，或者是在事业上面呢还在拼搏没有稳定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在你金钱流失或者是机会错过的时候它出现，然后它给到你更多机会发展的可能性，它会帮助你一把，或者是特别的欣赏你，然后给你一定的助力。你们相遇的场合呢，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共同面对困难的一些场合，也可能是在一些理财的地方，或者是帮助你、给你一些金融知识的地方，也有可能是在一些移动的场合，比如说在旅途之中、去外地的路上，或者是搬家的过程里面，或者是在工作调动之中相遇到的。你去到一个新的工作环境啊，或者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遇到的，也有可能是和旧的一些关系有联系，刚才有讲，也有可能是你去探望老朋友，参加小型聚会，甚至可能在一种不完美的场合之下，你遇见了一个让你记住的人。也有可能是在那种天气很不好的时候，比如说在寒冷的时候，或者是在下雨的时候遇到他的。你们的背景呢是有一种互相帮忙的背景，也许他帮助你，也许你也可以在获得他给你的帮助之后，你会回馈给他。非常奇妙的讯息。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那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这个人的星座还有可能是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处女座，
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射手座、狮子座、白羊座、处女座，火能量是比较强的。星盘里面呢也带一点土象，比较稳定的一个特质。它是一个能量比较高，然后很有竞争意识的人，绝对不怕面对挑战，是越挫越勇型，有一定的野心，性格里面呢也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遇到问题绝对会想办法解决，而不是绕道走，而不是拖延。这个人呢，他在社交工作环境里面都是很有独特的气场的，很容易被人注意，因为他很自信，敢于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外表呢看起来好像非常有气势的一个样子，但有时候呢可能也会比较情绪化，但其实内心里面还是有很温柔、很柔和的那一部分。当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可能会想用这种掌控力来去弥补表现得特别自信的样子，但是在熟悉的人面前呢，他也会表现出自己很敏感，比较有情绪的那一面。他可能在跟他熟悉之后，他会更加柔和的去表达自己，而且这个人的抗压能力是特别强的，在工作、在生活、在感情里面呢，他都不会去轻易开口求别人帮助，他都是扛的蛮多的，承担力蛮强的。他习惯拼尽全力去达成目标，即使很累、很疲倦的时候，都会咬牙坚持，可以吃苦。而且他也不是那种特别宅的人，在家里面，他是需要去社交，需要经常走出家门去保持交流的。这个人呢，他可能过去有经历过一些孤独或者是比较宅的这个阶段呢，他可能也经历过一些人情上面的冷暖，但是好在呢，他是比较积极的，还是比较有正能量的，是不喜欢长时间一个人待着，喜欢跟别人分享他的生活，分享他的经验，也愿意主动的去建立人脉。他也比较善良，就是能帮的人呢都会帮一下，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愿意去给予帮助。他也需要一定的情绪价值、松弛感，也享受一起去庆祝生活的这种仪式感，喜欢旅行啊，喜欢聚会啊，喜欢跟自己的爱人、家人一起去有纪念日啊这样的一种状态。他其实追求那种稳定和归属感，尤其是情感跟家庭生活也是比较仗义的。跟他建立关系呢，其实是非常好，他是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贵人，甚至非常好的同事，或者是非常好的伙伴。他是希望建立长期的关系，然后在利益上面呢也是互惠互助的。所以这个人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很精力充沛，非常的有主见，然后那种走路好像带风的人，在聚会场合里面你都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不是因为他爱出风头，而是他敢于去表达，他敢于去参与讨论。他也喜欢保持一定的生活节奏，去运动啦，去爬山啦，去健身啦，或者是和朋友聚会。他是穿衣风格比较偏简单干净，不会过于的夸张，过于的这些时尚，但是呢，他很注重衣服的质量，也喜欢在细节上面去体现自己的个性，比如说颜色啦，或者是某一种款式啦，或者是戴比较好的一些手表。这个人很有干劲儿，当下事、今日事今日毕，责任心很强。如果他答应帮你，他就会尽力的完成。当然，他也喜欢那种感恩的人。
如果他帮你一点的话，你给予相同的回馈，他就会一直愿意去帮助到你。如果帮了你几次，你都没有任何的表达，你都没有在别人面前夸过他，或者是你也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价值的话呢，他可能就不愿意再给予帮助，因为他也懂得自我的保护，他很聪明，有智慧，喜欢跟别人互动，尤其是有共同目标的人，喜欢有运动伙伴，喜欢有事业合作的对象，喜欢可以共进退的人。这个人在朋友关系里面呢，是会注意朋友的言行举止的，然后去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值得深交，所以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建立这种很知心知己的关系，但是他喜欢跟周围的人交流一些新鲜的想法，分享信息，他也有一定的好奇心，愿意去了解朋友的兴趣啊、计划啊，然后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他其实有一定的距离感界限，不会轻易的去投入这种关怀或者是帮助的，还是要看人，还是要看朋友的一些人品，不是那种第一天认识就当兄弟的那一种。然后他相信友情呢是需要日常的积累的，日久见人心，是需要用心去维护的。在合作关系里面，他很注重这种信息的透明化，两个人坦诚，有什么事情都沟通去讲，这是非常好的。而且他也会去了解合作者的背景啊、能力啊、动机啊，不会盲目的去合作。合作关系之中，彼此要有这种利益付出的平衡。他喜欢有计划、有规划的那种合作模式，不追求空头上面的承诺，专注于执行力，专注于成果，所以对合作伙伴的工作态度要求是蛮高的。所以这个人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可能在你遇见他的时候呢，他已经事业还比较有成了，事业还比较不错了，也有比较广的人脉，所以宇宙告诉你哦，近期身边会出现一个贵人，这个贵人呢是非常值得深交的，你们可以建立很稳定的长期关系，即使可能当下呢，也许他还在奋斗之中，但是未来可期哦。而宇宙告诉你，现在的你呢，需要保持一颗谦虚的、开放的心，多去倾听别人，不要着急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你可能会在别人的经验或者是故事里学到蛮多的，所以对新的信息、对新的知识保持好奇，像一个学徒一样，不要怕问问题，也不要怕承认自己还在学习。这样的一种谦虚之心，就会给你带来贵人的。而且近期无论你是男生女生，特别是女生，不要过度去关注自己的穿着打扮、外表形象，减少对自己外在形象上面的打扮。你只要保持那种干净的、舒适的，好像简单朴实的形象是最好的。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运动跟锻炼上，首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让自己的状态是很有活力，是很这种精神抖擞的，然后投资一些时间在文化上面，在自己的知识上面，在个人的修养上面，这些地方提升的话呢，就是让你发光的底气，你的形象就会很正，你的能量就会很正。那么贵人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有才华的、很有内涵的人，肯定是愿意帮的，就是打心底里面的尊重。
如果太去追求自己肤浅的外在的话呢，可能这种尊重的程度就会放低。好，另外不要冲动，不要贸然做决定，在重大选择之前，先停下来想一想，多思考，多准备，等成熟的条件了之后再去行动，这样就会少走一些弯路。目前呢是专注打磨自己技能的阶段，无论是说工作能力、学习计划，还是说兴趣爱好哦，现在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回报给你的哟。所以，请你保持自己的上进心，不满足于现状。你越去努力经营自己的价值，打造个人的品牌这种形象，就越容易吸引到跟你频率相符的人跟机会。所以宇宙呢，现在告诉你，当下专注提升自我的阶段。当你的思想、专业跟技能够硬的时候，机会自然就会来找你的。未来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你也会有足够的底气跟准备。你在当下投入的时间跟努力，未来呢将成为你最大的优势哦。所以这也是非常棒的讯息，宇宙会给你安排更好的、最好的，你未来是会丰盛的。当下呢，好好的去打磨自己，好好的去准备，也好好的去设定自己正面的形象跟名声吧。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当下给到你的讯息。那么首先来对应当下你的能量，你连接到的这张牌卡呢是蜂鸟，可以看到近期呢你就会像是一只蜂鸟一样轻盈、快速、充满灵动感。蜂鸟呢有一个特别的特质哦，就是它可以在空中悬停，然后迅速的前进，然后迅速的可以倒飞。这说明你现在的能量呢，有自由灵活的那一面，也有精准跟专注的那一面。你可以在变化的环境之中，迅速的去调整自己，找到最甜美的花蜜。而爱呢，这张牌卡也代表着你正在被心所滋养，愿意付出温暖的状态。心呢是敞开的，愿意看见别人身上的美好，也更容易吸引到一些真诚的回应。在人际关系里面呢，最近不管是来自于家人的、朋友的，还是周围都有一种被爱环绕着的能量。目前呢，你没有太多沉重的负担，不会有很消极啊，或者是不开心的情况。最近呢，都还是蛮满足的，蛮甜蜜的，内心呢会是蛮有爱的能量的。你也会被那种有正能量的人所吸引。也许最近你和某个人的关系正在变得更加的亲密，互动呢更加的频繁。而最近呢，你的魅力值也正在上升，因为你带着爱的频率，别人呢也更容易向你靠近。自己呢也是蛮有弹性的，蛮有方向感的，也愿意不断的去尝试，找到更加适合的一些方向跟状态。你现在呢就像是一只在阳光下面飞舞的蜂鸟一样，到处去寻找美好，遇到喜欢的人会靠近，遇到喜欢的事情会投入，而能量呢也是蛮正的、积极的、美好的状态，所以运势比较好，人缘运势也不错，这些呢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丰盛。你自己有没有感受到内心中这种充满爱、充满希望的状态呢？如果有对应到你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你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选择，代表刚才的能量并没有很集中哦。所以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当下呢，你的各种状态都是还蛮不错的，而你将遇到的这个躲不掉的缘分呢，它很可能就像是草原犬鼠一样。草原犬鼠呢，它是一个群体的动物，非常的社交化，而且有复杂的一些交流方式，
会通过各种叫声啊、各种动作来传递讯息。它也有比较强的这种观察能力跟警觉性，总是有人在放哨，一旦发现危险，然后就会立刻提醒同伴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呢也是很有秩序的，大家有比较强的集体主义，共同生活，共同挖洞，共同守护自己的领地。他们也习惯在地面跟洞穴之间来回的切换，也是蛮有这种适应强能力，蛮有弹性的，这一点跟你是很像的。他们有比较外向的一面，这种群体的互动，也有比较内向的一面，在洞穴里面是独处、独自休息的，所以代表着躲不掉的这个缘分的人呢，他也是一个有一定的情商，社交能力还是比较强，很容易去建立一些信任、美好关系的人，他是重视连接的。虽然说不会一开始好像就是那种自然熟很熟悉的情况，但是呢，他是比较开放去认识不同年纪呀、不同年龄的人，而这一个人也是在人际关系里面、感情之中是懂得守护，是懂得团结合作的，他是一个让人安心的人。但是从负面能量来讲的话呢，可能有时候他比较在意别人的一些看法，他可能会过度依赖群体的一些意见，有时候呢可能也会有比较强的防备之心。但是更多的这个人是在关系里面很重视信任感的，不会轻易的去建立忠诚关系，但一旦认定了，就是会长期的维护，就是会默默的守护的。他是对环境和对人都还是比较敏感的，会先观察，先倾听，先判断，再决定怎么样靠近。这段缘分呢，这个人呢来到你的生命之中，会让你重塑对信任的定义。他会用一种细水长流的方式，让你慢慢感受到信任是可以被建立的。你们可能会互相经历一段时间，就是互相的试探、观察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人是值得依靠的。你也可能会意识到，信任并不只是对别人的态度，也是对自己选择的肯定。你们之间的相处模式呢，应该是比较松弛的，比较安定的，就像是你知道有人在替你放哨一样，你可以放心的做自己，不用有任何的包袱、包装，或者是时时刻刻的防备，反而是你越坦诚真实，对方越欣赏你，而他也可能会给到你一个比较稳定的情绪价值，让你觉得即使外面很吵闹，这里都是很安静的。他可能不是那种用大动作、大承诺来证明自己的人，但是呢，会从那些日常的小细节，让你感觉得到内心很踏实，会让你有那种很接地气、生活化的踏实感。而这种平和呢，也会让你在情绪上面更加的柔软，少一些棱角。另外，你会在他面前特别的赤裸、坦诚。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会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但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就会有那种团结、互相守候的能量。它可能不是一直在你面前出现，但它会像草原犬属那样，默默地守在你生活中的某一个位置。一旦你需要，就会发出信号，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它总是陪伴在你身边的。
你可能也会在他身边学会更多去表达自己，讲出自己的内心话，不需要去防备，不需要太多的一些保护。你也会发现他是那个可以分享心事、可以依靠的人，他会让你有一种比较靠谱的感觉，很不错哟。那他会给你一定的积极的影响，让你更加的真实，让你愿意去把自己好的一面或者是不好的一面都展现出来。喜欢你的人始终都是喜欢的，不喜欢你的人再怎么样你去行动也是不喜欢的。与其去讨好别人，不如说讨好自己，做真实的自我，就会让你更加的特立独行，就会让你更加的坦荡，反而这份真诚呢，会让很多人去珍惜的。你也不会怕别人的闲言闲语，这也是非常妙的讯息，你更加的大胆，更加的勇敢了。好，那你们之间会建立的感情关系又是什么呢？我们出现了五角星10这张牌卡，这是一张家庭和睦完美的牌卡，所以很有可能它是你的正缘，它是你的正桃花，它是跟你建立家庭的人，也可能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也可能是建立长期稳定关系的人。而世界这张牌卡呢，也代表着一种完整感和一种满足感，你们两个人就会在彼此身上找到很重要的这种契合平衡，你们的关系会走向一个成熟稳定圆满的阶段，所以不是短暂的这种激情哦，更是可以融合在生活，可以融合在这种未来的规划里面的。这段关系你会觉得是值得你投入一生的，很可能从认识开始会一起走到人生的尽头哦，是非常持久的情感关系。而且命运之轮呢，也代表着一定的命运色彩，也许是在意想不到的时间或者是情景里面发生的相遇的，也许是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相遇的，也许是会给彼此带来很多的一些好运，因为遇见了彼此，所以成就了更好的自己，而且在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上面呢，可能会有运势的加持，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选择，所以相遇也是有更多的推动彼此更进一步的。而且你们的关系呢是有潜力走向家庭跟长期陪伴的，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还可能融合彼此的家人啊，彼此的这种社交圈子啊，甚至一起去建立物质上面的基础，有一种我们是一个整体的感觉，会给到大家更多的安全感，共建未来的蓝图。也有可能这个人是你的知己、最好的搭档、最好的闺蜜或者是兄弟，大家在这份关系里面都会积极的推动情感的发展，成为一辈子的好朋友、一辈子的闺蜜、一辈子的兄弟，他会把你当成家人这样的陪伴。而你们的关系呢，也是充满着激情、冒险精神、行动力的。你们也会一起去成长，可能一起去尝试新的生活方式啊，互相的学习，或者是一起去学习新的一些技能啊，甚至可能在理财、在事业、在感情上面互相的去支持陪伴，所以非常好哦，遇到了一个可以陪伴你终身的人，而且两个人在一起呢，彼此都可以成为更好的自己。那这个人到底出现了吗？非常棒的情感关系。
你现在的能量呢，还是在一个比较自足、比较满足的状态，你已经准备好接纳合适的关系了。也暗示可能身边已经存在一个让你觉得舒服自在的人，最晚呢1年之内就会遇到对方，但大多数选择这组牌卡的宝宝，对方很可能已经出现在你的生活环境里面，你的圈子里面了。即使可能目前你们还没有深度的一些发展，但多多少少已经有过接触了，尤其可能是有过正式的一些接触，你们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机会去沟通、去交流、去发展的。你们之间的缘分是非常的强烈，可能对于有的朋友来说，是在4月下旬到5月中旬这一段时间就已经相遇了。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你的生活、工作、金钱、物质状态比较稳定的时候，特别是自己经济上面还比较宽松，很享受生活质量的时候遇到的对方。对于有的宝宝来说，可能是在你特别情绪满足、享受当下，不会因为孤单而去寻找感情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一定是在一种锦上添花的这种情感状态之下。而你们相遇的地方呢，要么就是在一种很安静、很专注的地方遇到的，可能是学校，可能是在一些讲座，可能是在书店啦、图书馆啦、培训课啊，或者是在一些疗愈的地方、一些冥想的空间，关于灵性的一些工作坊，也可能是在你独自很安静工作的地方。你们认识的时候呢，可能你也没有专注在去认识新朋友的这种情况之下。另外呢，也有可能是自己在运动、在健康、在一些瑜伽馆、健身房、康复中心，或者是宠物咖啡厅，有宠物、有动物、小动物的地方认识到的。也有可能当时你是在做一些帮助啊，或者是在做一些指导别人，也可能是在你在给别人力量的时候认识到的。那相遇的场合呢，我们还出现了五角星女王这张牌卡，也有可能是在跟工作、金钱、生活品质有关的地方，在一些很有艺术氛围或者是很不错的高品质的咖啡馆，也可能是在精致的餐厅、舒适的办公室，或者是在一些精品店，不是很吵闹的这种舒适氛围之下遇到的对方，也有可能是在有头脑、沟通能力、判断力的时候，可能在学习或者是在商业洽谈的时候认识到的彼此，也可能是在信息交换的场合，也可能是在一些关于艺术创作、情感主题的一些活动，音乐会啦、写作沙龙啊，或者是在摄影展，也有可能你们认识的当下的那种氛围是比较温暖的，让人很容易去打开心扉。所以更多的很可能是在现实温暖的这种环境里面认识到彼此的，可能因为有共同的一些话题，然后开始去聊起来，开始去互动起来。好，那么对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些性格特质呢？这个人的星座还有可能是白羊座、狮子座、射手座、双子座、天秤座、水瓶座、处女座。
也有可能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双子座、天秤座、水瓶座、射手座、狮子座、白羊座、处女座。那么星盘里面火的能量、风的能量是带的比较多的，然后会有一点点土的稳定的能量特质。这是一个很有头脑，喜欢思考，也需要安静时间的人。他喜欢在做决定之前呢，先一个人好好的去思考，好好的去沉淀。有时候呢，看起来是比较慢热的，不会一下子就去很冲动的行动，因为他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类型，他也很重视自己的睡眠，很重视自己的休息，很重视自己独处的时光，不喜欢太多的一些压力，不喜欢被一些高压的一种状态推着向前走。内心里面呢，还是有比较强的竞争意识的，面对挑战会主动的去应对，没有太多的一些拖延症，也不会特别的懒惰，敢于去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意见，哪怕别人跟自己的想法意见不同，他都是可以说出来的，可以很直接直白的去沟通，喜欢那种很坦坦荡荡、大大方方的这种状态。他也喜欢跟那种有活力、有想法、很直接的人互动沟通。这个人呢，他很有自我的一些主见，他不容易被随波逐流，不容易被别人所影响，而且他也不喜欢太多的这种社交，认识太多的朋友，呼朋唤友啊这种情况。对于那种没有意义的社交关系，他都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他更看重人与人之间的真诚，跟建立这种精神上面的共鸣，深度的交流。如果遇到很喜欢的人，他是会非常主动的，而且他做事情是按部就班的，不会3分钟的热度，一旦认准了目标，就是会长期的投入。他不喜欢短暂的激情啊，短暂的这种浪漫，玩爱情游戏调情，他更希望建立稳定的、长期的、互相信任的感情关系。而且这个人呢，他也喜欢冒险，新的一些计划，新的一些体验。头脑是很清晰的，逻辑感特别强，很理性，不会被情绪带着走。遇到事情的话呢，就更喜欢去分析好处啊、坏处啊，然后是否跟自己的付出成正比呀，是否有足够的一些价值回馈啊。头脑是特别清醒的，而且在人际关系里面也是很有原则、很有界限、边界感，也是有自我的一些高的标准。爱情里面重视质量多过于数量，绝对不会随随便便开始一段感情，而是要确认了对方跟自己在价值观、生活方式上面都很搭很合之后，才会慢慢的去发展情感。他会用理性去判断这份感情可不可以、合不合适，真正觉得一切都很好，而且他又很心动，他就会全力的去投入，不会一上来就很热烈的追求示好哦。但是呢，确定之后就会表白，就会采取行动，就会专注，就很专一。他不喜欢那种，他不是外貌协会，不喜欢肤浅的情感关系。他希望在感情里面大家都是互相尊重，都是很独立，都是很平等的，而且对方呢也是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然后很聪明有智慧，也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有上进之心，1+1一定要大于2。如果遇到了一个跟自己非常合拍的人，那么大家在一起之后，生活品质一定要快速的成长，
两个人的选择呢，肯定是要比一个人要精明得多的。所以他喜欢那种很有内涵、很有文化的恋人。这个人他喜欢稳定的、规律的生活，比较自律，而且他也喜欢给自己充电，去学习、去写作、去阅读、去拓展自己。希望自己在生活里面都是井井有条的，比较强的计划性，不喜欢去浪费时间跟精力。他也可能喜欢一些竞技类的活动，喜欢去做运动，喜欢一些有挑战性的活动。在社交场合里面，他不是人群里面很喧闹的那一个，但是呢，他的存在感确实蛮强的。他可能要么就不说话，但一说出来的话呢，一定是比较有分量的，一定是比较重要的，一定是可以吸引大家的这种目光的。他对于那种没有意义的寒暄啊，那种左右逢源啊，就是只是会礼貌的回应，他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在一些没价值的沟通上面。真正吸引他注意的就是那些很有想法的人。跟这些人聊天的话呢，他的眼神都会明显的变亮。对于生活品质也有比较高的要求，但是不会过分的奢华，更注重一种舒适跟实用性。这是一个外表可能酷酷的、比较谨慎沉稳的人，但是内心非常有激情的人。在工作生活里面都不会随便的妥协，也不会盲从。感情上面呢，慢热，但是很可靠、很稳固，属于那种可以并肩作战、一起规划未来的伴侣类型。所以也是非常好的这种可以稳定建立长久情感关系的人，品质是蛮不错的。所以当你在一个很好的能量状态之下，自然就吸引到很好的相同这种高频高能量的人。但是宇宙呢，当下也要给到你一定的注意信息。首先，目前你正在一个容易被别人看到和容易被别人认可、追随的阶段。当下呢，你不需要太低调，可以比较高调的展现自我，不用隐藏自己的光芒，该表现的时候就一定要表现。不论是在感情里面，还是在事业里面，还是在生活之中，把自己放在别人能看见的位置，别人是会看到你身上的魅力，是会看到你身上的专业度跟光芒的哟。所以请大胆的展现自我。另外呢，现在也可以多学、多问、多观察，哪怕是自己已经会的事情，换个角度去看，可能会有新的发现。你现在也是学习的好时间、好时间段。另外呢，也不要被太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干扰了，不忘初心。当下，如果你想投入在事业上面，那么就专注这件事情，学会筛选，然后挑对自己真正有帮助的一些事情，会让你快速的成长。另外呢，宇宙也告诉你，人如果总是在熟悉的地方，在熟悉的人和熟悉的模式里面，就像水一直困在同一个池塘里面哦，时间久了的话，就会失去流动的活力，就会失去能量的。而你如果去不熟悉的地方做没做过的事情，你就会让自己的身体跟感官接触到新的信息，让自己的大脑有更多新的灵感、新的想象力，
也让自己的心灵呢打开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最近呢，可以多多的流动，多多的走出去，哪怕是去一个自己没去过的市场啊、公园啊，或者是社区，都是能量上面的刷新。然后去做一些完全没有经验的事情，无论是去参加一些可能新的运动，或者是品尝不同国家的一些料理食物，或者是去参加一些陌生主题的工作坊，这些呢都是会让你有新的一些启蒙，新的一些能量场的。所以亲爱的，新事情的一些价值并不在于你做的好不好，而在于让你有了新的一些感受，有新的一些视野，允许自己有更多的一些不确定性，不断的去拓展自己哦。所以跳脱出一些熟悉的环境、熟悉的人事物、熟悉的习惯呢，去到这种新的地方，会让你更加的持久迎新，会让你有更多能量的一种激发，也会让自己有更多天赋的一些激发哟。所以亲爱的，如果最近你宅在家里面，那请你多多的活动。如果最近你想去做一些新的事情，那一定要让自己去真正的去实现这些新的事情，去做这些动作。人呢，一定要经常的流动走动起来，会让你有更多的可能性哦。好吗，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非常棒的讯息，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